這是一台顛覆傳統的運動相機，大疆 Action 6。誰能想到這些參數會同時出現在一台運動相機上？1.1/1英寸的方形傳感器，可變光圈，內置胶片濾鏡。不仅如此啊，現在 Action 6拍視頻呢還有新芒了，甚至能拍出這種帶虛化的畫面。所以 Action 6比前代到底提升了多少？它真的好用嗎？這個視頻給大家講明白。我們先看外觀 ，Action 6這代的顏色呢更加低調，黑白灰為主，酷酷的，跟前代一樣，2.5英寸的 OLED 屏，因为上了镜1英寸的大底和可变光圈，整机呢要比 Action 5更大一點，但重量呢其實是差不多的。這個亮閃閃的就是新的色溫傳感器了，現在羅了位置，大家在拍攝時呢一定要注意，不要這樣去握實擋住它。它底部呢則用上了大疆 Nano 同款的磁吸設計，現在正反兩面呢都可以直接磁吸上。影像方面是這一次 Action 6的升級大頭，它換上了大疆360上那塊1.1/1英寸的傳感器，還首次用上了 F2到 F4的可变光圈，並上了一塊全新的4納米芯片去優化畫質和功耗，這讓 Action 6呢在不同場景下的畫質都得到了提升。首先就是夜景畫質的提升啊，我拿前代的 Action 5 Pro 和 GoPro 13來對比一下 ，F2的光圈在夜晚還是提升明顯的 ，Action 6陰影處的細節明顯更豐富一些。在複雜光源呢 ，Action 6對於高光的壓制呢也是3台相機中最好的。還有我們在夜晚騎車產生的這種拖影現象 ，Action 6也比前代減弱了很多。那這主要就是因為增大光圈後，讓 Action 6的快門速度得以減小。當然，我們也可以手動去切換光圈的大小和變換範圍。當把光圈縮到 F4的時候呢，遠處的光源還會變成這種六芒星的形狀，非常的好看。同時 ，Action 6的夜景模式呢，現在也支持到了4K 60幀，在夜晚我們也能拍攝這種畫質更好的慢動作視頻了。我也測試了白天3台相機的表現，大家可以看到 Action 6呢，現在對天空高空的處理啊，比前代更好一些了，雲朵的細節明顯更豐富。因為可變光圈的緣故，光線充足的情況下，我發現 Action 6還會縮小光圈到 F4，畫面的解析力反而會比大光圈更高。而且 F4的光圈下，它的最近對焦距離只有20厘米，這點呢，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提升。首先，當我們在拍 Vlog 或者拍美食的時候呢，你可以離得更近了。我認識的很多攝影師呢，他也會把 Action 來當做一個特殊的機位，比如拍車，更近的對焦距離就會獲得更有衝擊力的畫面。Action 6這一次還新增了一個日常廣角，跟普通廣角一樣，有12毫米的焦距，但是縱向的畸變呢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看這個邊緣線條，大家都能看出啊，在拍 Vlog 的時候呢，這個臉部看起來也沒有拉伸的奇怪感。大家有沒有發現 Action 6拍 Vlog 時呢，我們的臉部也更好看了？這是因為大疆又新增了一個人像模式 ，Action 6識別到人臉後呢，會優先保證人臉的曝光，並繼續優化。同時 Action 6現在還支持2倍無損變焦，在我們拍攝一些建築啊或者人物特寫的時候，畫質會更好。其實，在視頻的拍攝參數上呢 ，Action 6並沒有很激進的升級，跟上代一樣，有13.5檔動態範圍，支持最高4K 60幀、4K 120幀的慢動作視頻。但是 Action 6這一次在拍視頻的時候，還新增了一個膠片影調模式，有6個不同的影調，每個影調我們都可以調整它的強度，比如這個 TR 濾鏡，我一般調到30的強度，自拍就很好看了，皮膚呢顯得更白皙，整個顏色呢又很高級。拍景呢，它也有這種模擬負片的 NC 或者老照片的 NV 濾鏡，會有一種這種富士相機拍出來的質感。對於喜歡直出視頻的朋友來說啊，這個模式能讓你很輕鬆的拍出這種非常有電影感風格的視頻。比較可惜的是，它目前只支持16:9的視頻模式。如果後續能 OTA 支持拍照，再跟有相一樣做一個拍照的兔龍，那麼 Action 6絕對會成為小姐姐們的拍照新選擇。有朋友就要問了 ，F2的光圈怎麼才能拍出相機那種虛化的效果呢 ？Action 6這一次出了這樣一個微距鏡頭，它上面呢是可以調整焦距的，最近對焦距離呢只有11厘米，搭配 F2的光圈拍特寫的時候，就會有這種背景虛化的效果。那這塊方形傳感器除了對畫質有提升之外，還有一個優勢就是方便裁切。Action 6呢新增了一個自由裁切模式，它可以拍攝這種近似正方形畫幅的視頻。我用這個模式去拍攝了我朋友的婚禮啊，就可以橫着裁發長視頻，也能豎着裁發短視頻，非常的方便。它4個角角的像素呢，則用給防抖使用了，所以你會發現現在打開地平線增紋呢，幾乎沒有裁切。地平線增紋呢，它現在也最高支持了4K 60幀的，而前代 Action 5 Pro 呢只有4K 30幀，那這也算是一個很大的升級。但如果你關掉防抖 ，Action 6呢就跟蘋果今年的 iPhone 17 Pro 一樣，能把整塊傳感器用於視頻拍攝，也就是 Open Gate 片門全開。當然，大疆系的設備嘛，最厲害的其實是生態通用。Action 6現在支持雙向的磁吸卡口，不僅可以跟前代所有的配件兼容，大疆360和大疆 Nano 的配件呢，它也可以用，並且360、Action 5的電池都是一樣的，這點江真的很良心。儘管電池是一樣的，但是 Action 6的續航呢並沒有縮水，得靠了這塊新的4納米芯片進一步優化了它的功耗。1080p 24幀依然有4個小時的續航。如果要拍高畫質，比如4K 60幀呢，它也能妥妥拍個1個多小時。同時，它也是支持30瓦的 PD 快充的，10分鐘就能把電量從0充到1半。這一代的它這個鏡頭確實變大了嘛，那白天用於減光的這個 ND 鏡呢，也換成了這種可以扣上去的，所以也需要重新購買。我也非常推薦大家入手我剛剛分享的這個微距鏡，它能讓 Action 6好玩不少。軟件方面呢 ，Action 6支持
Osmo Audio 生態，它可以直连2个大疆的无线麥克風，DJI Mac 3、Mac 2、Mac Mini 都是可以的。Action 6也有大疆全系通用的10比特 D-Log M 的色彩模式。如果你有大疆的无人機、全景相機、拇指相機什麼的，拍攝的素材顏色上呢是完全統一的。這一代還新增了一個我覺得賊好用的功能，手勢控制。當我們把運動相機上在延長桿或者上在什麼樹上什麼一些我們不好去按錄制鍵的機位時，我們現在只需要對着鏡頭比個巴掌，它就會自動開始錄像，非常的方便。Action 6也繼承了大疆設備的優良傳統，內置存儲，而且現在呢比前代還有提升，有50GB 了。更方便的一點是，它現在也支持米 OA 的這個互傳聯盟。如果你用的是小米啊、OPPO、vivo、三星的手機，可以直接用這個功能傳輸素材，非常的方便。專業性上 ，Action 6也沒有縮水，它跟 Action 5 Pro 一樣支持檢測氣壓、水壓，並且裸機支持20米的防水，也有綜藝小團隊拍節目常用的這個時間碼功能。最後總結一下，以往所有品牌的運動相機在迭代升級時呢，都不敢輕易的去增大傳感器，去改變它泛焦的特性，從而讓它失去運動相機的意義。但廠商們呢，又要想辦法去擴大市場，讓更多的人去使用它。而 Action 6就是大疆給出的答案，大底加可變光圈，既保證了運動相機泛焦的特性，又能結合配件實現微單相機上才有的虛化，從而進一步的去模糊它和傳統相機的邊界。所以我覺得 Action 6是大疆對於運動相機未來發展交出的一份很不錯的答卷。我們現在就可以來暢想一下，說不定以後呢，我們就會看到大疆會造出一台足夠耐造的小微單相機。